旧的旋律装满了回忆，伴着我，在每一个没有你的夜里，落在时光里的你，是否和我一样会叹息？如果多年以后，那曾笑谈着的结果，谁曾想过，真的败给了生活？至少我曾义无反顾勇敢过，就算会落寞，就算错过一样值得。多年以后，你依然还在我身后，拥抱着我，路过窗外的烟火，挥挥手，在即将到达的路口，这如果也是一种结果。恭喜恭喜！啊，百年好合。谢谢哥。这点钱在你们眼里虽然是毛毛雨，但是就当讨个彩头吧。谢谢你，杨老板。来，可惜，祝福你们啊！希望你们两个能够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爱。爱是恒久忍耐，是恩赐；爱是不自夸，不张扬。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不算计别人。爱是永不止息的。干杯！恭喜恭喜！谢谢你们。坐吧。坐吧。我跟可心结婚不容易，婚礼婚宴一概没有，挺寒酸的。这些都是繁文缛节，不重要的。真不办了？不办了。那就不办，这样也挺好。哎，对了，我给你们找了几个大客户，通知大家明天复工。真的？太好了。哎，二位老板，我打断一下啊，我可以原在先哦。领导加班，每周不能超过3天，每天加班不能超过10点。只要怀孕了，必须立刻辞职，马上回家胞胎。哥，没问题。有问题？为什么呀？别人怀孕了都能工作，为什么我不能呀？我要是不工作了，咱们家收入就少了一半。你妈每天买个菜都在那儿锱铢必较的。我妈怎么锱铢必较了？我刚升了职，收入明明增加了。大哥，你都休假了，暂时的。那万一不是暂时的呢？我们老板上次还跟我说，产品做得非常好，还准备在那个市场大会上给我授奖呢。谢谢你了，你们公司的产品都大面积召回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是不是干技术干傻了？你跟鸵鸟似的。哎呀，你俩行了。产品有问题，这是1天2天的事儿吗？这个节骨眼上让你休假，你不觉得奇怪吗？有什么奇怪的？总之，如果你没有工作了，我就是这个家里的经济支柱。放心，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我去一下洗手间。哎，你造反呢？怎么你就直男癌发作了，不让我工作啊？养活妻儿那是男人的规定动作。你上你的班，你做你的女强人，干嘛把我往地上踩？谁踩你了？产品召回有很多种可能，很多环节都可以出问题，不见得是我的责任。这不是技术问题，这是办公室政治。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们不得找人背锅吗？我说的这是最坏的打算。要说你回家说呀，你在外人面前挤兑我干嘛？显得你能耐啊？
要我配合你做面子工程是吧？僚机就得心甘情愿地为主机牺牲是吗？可惜呀，婚姻法里没有规定老婆有这个义务。沈明宝，你就跟我对着干，能耐？面子是别人给的，脸是自己挣的。哎，杨真呢？刚接了一电话，公司找他有事儿。你呀，对你自己老公好一点儿，这婚姻又不是战场。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什么意思啊？谁不合脚了？陈东刚，对你老婆好一点。你自己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吧。我这儿帮你呢，听不懂吗？谁用你帮啊？我跟我老公是蜜里调油，情比金坚。秀恩爱死得快。沈明宝，你咒我啊？我提醒你，行了，你们俩，姐，明天照常复工。必须啊！陈总监，您的快递，这是，不客气。谢谢。啥情况？前任除了嬉笑怒骂，还有什么尴尬的？3天了，你就给我交这个东西啊？重新做。好，我重做。哎，你怎么来啦？犒劳三军，鼓舞士气。我看你是宣誓主权来了。花语轻言这个大客户是我空手套回来的，叫我救世主也不足为过。哎，你把这个拿去分给大家吃了。谢谢老板娘，谢谢老板娘，谢谢老板娘来来，花语轻言的市场份额稳步提升，说明我们的宣传效果很好。特别好吃。高的市场份额不代表高利润，眼光放长远些。走，带你宣誓主权去。我知道，我也明白。新的 slogan 做成 KT 版，放在公司门口。行。还有啊，那个新3版的超容。那等你过来再说。你就是从知味天姐走的，我们做熟不做生，只要你愿意回来。之前跳槽的资深文案想挖回来。行，这个情况我们会考虑的，只要你愿意回来，好不好？喂，你好，我是公司的 HR。刚才陈总搞错了，薪资水平是不会提高的，行业不景气，能回来就回来，回来不了就拉倒。这个人我要的。这样的人，你今天花5万把他挖回来，明天就有人花6万把他挖走。这样的人，你叫他回来有什么用？现在正要用人。下午面试了几个人，前面4个呢是有行业背景的，也有经验的，后面6个是没有经验的，但是专业对口。下午面试我也参加，有问题吗？没问题，你们聊。亲爱的，怎么了？你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查岗哪有通知的？那还叫查岗吗？你还不睡啊？哎，上一轮的组织架构调整是你做的吗？齐薇认可的。我要把组织架构改回来。为什么？
企业规模小，又是项目制，扁平化管理比较合适。朝令夕改，这不太好吧？你质疑我？我哪敢啊！是你把公司从破产的边缘挽救回来，但我才是公司老板嘛。你要朝令夕改，你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我单枪匹马去刻华语青言的时候，也没经过你同意啊，陈老板。公司好不容易能起死回生，我想清楚了，我不会再让你孤军奋战了。我要帮你把智瑞天劫做大做强。你要改人设了？改什么人设？霸道女总裁嘛。哎呀，我跟你讲，这资产呀，分为2种资产，一种是优质资产，还有一种是不良资产。那你是哪一种？我生下来呢，就实现了财务自由，所以我是第3种，闲置资产。我不想再一直这样闲置下去了，我要把自己盘活。你快去睡觉吧。那你忙，我去闲置了。老大，那个华语青言的样品。啥也没看。请进。扣子系错了，设计的。口红糊到脸上去了，气色好。刚才的事情啊，我不会说出去的，我谅你也不敢说，杀你灭口。哎，不是，我说你想清楚了吗？他可比你小10岁哎，13岁。我的妈呀！现在怎么那么流行年下恋呀？这薛可欣中招了，现在连你也中招了。年下恋怎么了？也能修成正果呀。哎，那是他扑的你，还是你扑的他？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会有昏了头的时候。完了完了，掉进去了。哎，你确定这不是笑面虎给设的什么美男计吗？好像也不那么美。哎呀，反正他要是转脸告你个什么职场性骚扰，你可怎么办呀？老大，你可是理性派的呀。我都理性一辈子了，管用吗？哎呀，人家的世界是诗和远方，我的世界是甲方乙方。工作半辈子，遇见一个奇葩老板，婚姻失败，留下一个奇葩儿子。人家的孩子是人才，我的孩子是素材。哟，那您可谦虚了，你这是素材库啊。行了吧，你别给我灌鸡汤。那你这也不能饮鸩止渴呀。我做做梦不行吗？胡作威跟我说，喜欢我多年了。那以后怎么办？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嘛。你先让我把梦做完。我说你先把脸擦擦。又在干什么呢？霸道女总裁。查条款啊，号称弹性工作，其实就是鼓励加班。11点之后打车报销，也是鼓励加班。请进。
文件需要签字。合同是吧？我来吧。那个薛总说，沈总，你说现在当老板是不是最容易了？签字盖章、发号施令，让他干这个，让他干那个就行了。那陈董你会什么呀？我会签字盖章、发号施令啊。不过现在大家都不认我这个陈董了，认什么薛董？对，人家都叫他薛董，叫我小陈，小陈就行了我。他也是望夫成龙嘛。他这是刷存在感。他爸就想要个儿子，遗憾了30年了。现在他证明了，女儿也能顶门立户了。那你不应该为他感到高兴吗？我特高兴，我现在特别高兴。那你还跟这儿吐槽1个小时了？明姐，我是想要你的忠告。转发锦鲤，然后去买彩票，中了你就扬眉吐气了。钱不重要，我想要的是自尊，哪怕一丁点面子也行啊。他跟你说的？哎呦，你也考虑一下他的感受。他的感受重要还是公司盈利重要？真是。可心啊，你自己好好想想，你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他？什么意思啊？我当然是为了我们俩。哎呀，嫂子，哎呀，这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再而衰，三而竭。哎，爱情保鲜期一过，自动散伙。你说你这越增加外部压力，让他们内部越团结，你越想强行拆散他们，反而把他们俩给捏咕到一块儿去了，明白不明白啊？啊，叔儿，嘿，哟，这身衣服不错呀，真帅啊！你这少拍乎我，你说什么时候不帅啊？啊？哼！哎，来了，过来。哎，你小子，我让你过来帮我忙，你就是不来。我以为你被什么小姑娘拴住活了呢。齐薇啊，她都多大岁数了，你也下得了手？您还说我呢？您好，你那小媳妇不是比你小18岁呢吗？哎，嘿，怎么啦？我可把你小婶儿搁进我们家户口本里了，我妈你奶奶没反对吧？你有能耐，你把齐薇搁你们家户口本里试试。哎呀，我现在非常期待你妈的反应。侄子，你呀，只要不结婚，你想怎么谈恋爱，叔都支持你。消磨青春，消磨理想，损害身体，这都不是大事儿。听我句话啊，所有的爱情都有保鲜期。你呀，等你这热恋劲儿过了，咱们再做决定，好不好？我，嘿，哎呀，你什么时候长大的？我就喜欢他。那行，喜欢就跟他好，不结婚，好不好？外卖，来。能告诉我，你到底是为什么辞职呀？老板娘入场了，摩拳擦掌，打算大干一场。你知道吗？咱们公司现在买一叠 A4 纸都要向他请示，我就是一个摆设。哎呀，薛可欣，他就图个新鲜，吃不了这种苦的。我也累啊，我也想歇歇。你可想清楚，你忘了你以前怎么忽悠我，怎么给我洗脑的啦？女人可一日无夫，不可一日无工作，谁说的？我天哪！你同意啦？我同意了。我不同意。你又不是我妈，你凭什么不同意？哎，他比我小13岁呀。如果你像我这岁数，有一个小你13岁的男朋友，跪下向你求婚，你就是成功女性了。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定义成功女性的。我以前怎么定义成功女性的呀？你以前说成功女性要有钱、有颜、有事业，我错了，成功女性就要案头有花，炕头有人。你以前说男人会辜负女人，但是钱不会。你都不知道他拍照的技术有多好，他拍出来那照片比美颜还好看呢。你儿子知道吗？你儿子，哎呀，好烦呐！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告诉你，你有一个小自己13岁的男朋友敢蹲下来给你拍照，那就是稀有物种。老娘才不管那么多了呢。那要以后后悔了怎么办？等我后悔那天，我已经在养老院里面晒太阳了。好吧，好吧，你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可是你走了公司怎么办呢？把握机会。哎呀，突然间我的小心脏有点颤动，感觉我的小可爱在想我。哎呀，我真的要吐了，你快走吧你。肯定是想我了。哎呀，喝酒了，喝多了，走不了了，你来接我呀！啊，喝酒走不动了，头晕啊，头晕晕的呢。那一会儿见了。我的天，你怎么现在这么恶心呀？我真的要吐了。怎么了？这叫身不由己，你知道吗？哎，你说爱情这个东西啊，真是不讲道理。像我这样40岁的女人，也可以情窦初开呀。哎，可是到底为什么要蹲下来拍照啊？笨，贤退场。明宝，我跟你说，人生处处有。哎呀，手机都掉了。掉了，别这样，老大。失业是求职的潜在风险。啊，劈腿。我没说完呢，劈腿。劈腿是恋爱的潜在风险。知道了。还有，别闹了。出轨是婚姻的潜在风险。哪有人会为了不失业而不求职啊？也没有人会为了不失婚而不结婚。好了，对吧？对。明宝，我跟你说，虽然我走了，位置你顶。可是这滩浑水也是你的。哎，好了，我们先走了。哎，我先忘了，薛可欣她可不是一般人，他们是夫妻店，这么长久的。听说今天陈董跑去沈总监那儿吐槽去了。沈总监可是薛董的人，我这不是自己找死。我发现你没想明白，我出去拉客户、维关系、做组织架构调整，不都是为了帮你吗？薛大小姐，你就应该十指不沾阳春水，贵人不踏贱地儿，好好在你家做大小姐。我跟你结婚，你一次性投资，终身回报，你还想怎么样？一山不容二虎。哪怕是一公一母。你终于把这话说出来了，陈同刚，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再想想你遇到我之前是什么样子。薛可欣，你知道什么最可怕吗？最可怕的就是以后我有再大的追求，再好的成就，这都是你的恩赐，在你眼里我永远都是个小瘪三。喘不过气来。哎，薛可欣，薛可欣，你干嘛？哎，有车，危险！哎，那么这又回来了？是不是喝酒了？
狗鼻子啊你！我都喷好几清新剂了。完了。大晚上的让你老公独守空房，你好意思吗？哎呀，气我辞职了，所以我们俩就喝了一杯。谁想到啊，叱咤风云的女魔头也有今天呢。那他辞职了，你们公司以后谁当总经理啊？天上这么一个大馅饼就掉到了我的头上。掉你头上了？啊，是啊，你不替我开心吗？啊，你不替我开心吗？杨真，快来吃饭了。当老总了，管多少人啊？想当年我当厂长的时候，你不是副厂长吗？去。哎妈，这老黄历了，别提了啊！嫂子跟投资人那是闺蜜，当总经理是理所当然的嘛。你这话说的好像我是凭关系才上位似的。那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能力啊！来，借花献佛，神走情。给我盛一碗。哎，我说啊，这个事业好归事业好，但是你们俩的任务必须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给我弄个孙子呀！那我要是个孙女儿就不行吗？不是，孙女儿也行啊。没想到你还有点重男轻女。你给我闭嘴！我的呢？每个品牌主和广告代理公司的平均合作期，你就直接告诉我，用了你的广告，每个省能卖出多少台车？肖伯纳曾经约过，所有的专业看上去都像是针对外行。郑叔叔不能蒙您啊，那包治百病的都是因为甲方把所有压力全都放在了营销上面，甲方也是需要教育的。喂，妈，我今天加班，不用给我留饭，也不用给我留门啊。我嫂子发的，跟我哥说让他早点睡，不回来了。又不回来了。这俩人老不见面可不行。自从我嫂子当上总经理以后，我可天天独守空房，这样下去啊，两个人非得丁克不可。什么叫丁克？就不生孩子呗。那怎么行啊？这什么情况？改洗头房风格了？这不是我妈跟我妹说，咱们俩调节调节气氛吗？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大保健上门了呢。可不嘛。儿子，嗯，那把这汤喝了。哎，我现在不想喝汤。哎呀，喝吧，我炖了一下午，带一晚上，费老劲了，赶紧喝，喝点。怎么样？还行吧，有点腥。大补，高级的，多喝点。这方子我花好多钱呢。你拿什么玩意儿炖的3边汤。你就别忍住不许吐啊！哎呀，你人都不需要这玩意儿。哎呀，有则改之，无则减免。哎呦，你喝点。哦，我不用，谢谢妈。哎呀，你们两个什么情况啊你？妈呀！
沈总。妈，你别给我当沈总啊！你是酸硬体质还是碱硬体质？你想生男孩还想生女孩？慢慢给我弄了个 APP， 说是能够清宫表。你还睡不睡觉了啊？我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会，我这资料需要整理一下。沈总，您现在都是总了，这些事儿不能交给秘书办吗？那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能让别人代替的呀。这要生孩子能让别人代替的话，我倒是求之不得呢。哎，我问你啊，如果婚姻是一场游戏的话，你觉得这繁衍后代是一项成就啊，还是一项任务啊？成就？如果是成就的话，你说为什么那么多当了爹妈的人还吐槽生活品质下降呢？那就是任务。它如果是一项任务的话，为什么还那么多人乐此不疲的前仆后继呢？哎呦，我脑力有限，别想了啊。干嘛呀？打呼噜，自觉回避。吓我一跳！干嘛呀？睡觉啊！睡什么觉？哎，赶紧进去！我进去干嘛呀？沈总的排卵期到了。哎呦妈呀！你让我休息，我这样。要不我来把汤给你热热？哎呦不，谢谢。哎，进。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还是我哪儿让你不满意了？咱们俩得把这原因给找出来吧。哎呀，找什么原因？失败的原因呢？谁失败了？咱俩呀。哎呀，我说你是不是有点过度紧张了？我紧张，是你紧张才不行的好吗？谁不行了？我没不行，我那是不想。你是看见我不行，还是看见所有女的都不行？哎呀，有区别吗？区别大了。老婆，咱们俩就不能要一个顺其自然的宝宝吗？咱们俩怎么不顺其自然了？咱们也没把什么精子卵子放在一个试管里。哎，大叔，那以后就能不能不要用那些那个优生的那个专业的术语来描述这件事情啊？什么清宫表，什么排卵期，什么基础温度，什么精子存活率，以后一概别提啊！本来挺好的，被一时无全都被你弄废了。你有什么毛病啊你？沈总，我不是你必须攻下来的山头，也不是你必须要炸掉的碉堡。跟你说啊，从今天开始休战3天，还有明天你把这些乱七八糟玩意儿都给我撤了，看得我真的是，你别扑我了。这乱七八糟玩意儿是我弄的吗？我扑你了，不是你妈让咱俩抓紧时间完成任务呀？我告诉你，你这是心理障碍，你得去看心理医生。我。下一位。哎，你生理层面没啥问题，建议你去看一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大家放一放手里的工作，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同事，她叫杨曼曼。哎，小李啊，今天是不是要带客户看房？对，约了10点。哎，那正好，你带她1天。不用，我有经验的，不用人带。
正好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你有电动车吧？有啊，我现在去取。过来，我跟你讲，他是老板的亲戚。听说你是老板的亲戚？我嫂子的妈跟这老板的爸是朋友。哦，夕阳红，你有工作经验？工作了3个月，都满实习期了，租了好几套房子出去呢。你之前在哪家店？就街拐角黄色门脸那家。三山房产。啊，行里都在说三山房产被一个实习生报警给端了，那个人不会就是你吧？就是我啊。走了。能不能换个男大夫？我是很专业的，你质疑我的性别，就是在质疑我的专业。我是觉得，我这……你检查身体的时候，会介意大夫是男的还是女的吗？不介意。那我检查你的心理，你为什么会介意我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说你们女人是被什么定义的？家庭。她是谁，在于她是谁的妻子，谁的女儿，谁的母亲。我们男人是被工作定义的，头衔、职称、年薪、办公室的大小、手下人的多少。要是没有这些啊，我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我认知缺失。自从被放假以后啊，出门都戴着个帽子，都低着头走，生怕碰见熟人，然后问我小杨啊，哎怎么着放假了？我要是跟人家说我放假了，人家肯定在背后嘀嘀咕咕说你看小杨没本事，天天在家待着，缺乏价值感。哎，大夫，你能不能别把这鉴定结果念出来啊？你这宣判似的。你身体有什么症状？身体什么症状？失眠、食欲不振、精神恍惚。哦，这些都有。夫妻生活是不是不和谐？不是大夫，你们这不是心理诊所吗？你怎么聊到生理了？你会因为是女人问你这个问题，你就觉得被冒犯吗？你老婆是不是很强势？你妈是不是很强势？你的童年是不是有缺陷？你才有缺陷。你还会回来的。我们今天呀，准备了5套房源，都可以看。户型图，一会儿看那套呢，2房朝南，1房朝北，西边套。没有。不是让你打印了吗？那我现在去打印啊，不好意思。新来的吧，业务那么不专业。哎呀，老板的亲戚硬塞给我的。哎，这边请。他就是那个报警的，行业公敌。这种人就要防着点儿，老板怕他来监视我们的。看我不整死他！有小孩啊、老人啊，都可以过来一起住。李姐，给户型图。给2302的房东打电话。哦，来，你看看这个，这个也是精装修，张先生刚腾出来的新房，特别是好。哎，我是曼曼。朝向好。是，现在来看房呢。喂，哎，好，我知道了。是。把钥匙送到西坝小区，有同事等着用。
刚才给你打过电话，我是简宁的女朋友，麻烦请通过我一下，和您太太有关。你好，你终于肯加我了。简宁是谁？智瑞天杰的，跟你太太是同事。所以呢？我俩在一起2年了，感情一直挺好的，但是他就是不想结婚。直到前几天，我才发现问题在哪儿。他还在经常的接送他前女友上下班，而这些照片是我在他电脑里发现的。为了保护对方的隐私，我特地打了马赛克。我男朋友正是因为对这个马赛克女孩旧情难忘，所以才不肯跟我走向婚姻。这是谁？应该是你太太吧？哎，今天简宁给我讲这个笑话，我笑了一早上。简宁是谁啊？我的一个同事呀，你见过的。等我送你啊。不用，有同事的顺风车。简总，你的咖啡。谢谢啊。哎呀，第1天工作就想做这间办公室了吧？啊，恭喜你，如愿以偿。感觉怎么样？嗯？为什么要辞职啊？哎呀，在自己前女友的手下工作，你以为会很舒服啊？能不能不要离开公司？那你得给我个理由。仰望着高楼林立，我们像不像蚂蚁？拖着生活，踏着风雪飘零，游晃在岁月的潮汐。我们跑丢了自己，我们跑散了爱情。多少美梦成了说说而已，还好有能取暖的回忆。我们活蹦乱跳在哪里，却又浮浮沉沉的飘荡在哪里？停在灯火通明的夜里，我们游来游去，心却在哪里？我们相互温暖在心底，像同一棵树，叶子共度这风雨。无畏天南地北的分离，因为游来游去，心还在一起。